顾北周说我连他心上人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，可转眼就对着我的脸流了鼻血。你别多想，我是被你瞅到了才会这样。可你拿的是我的手帕。我一定是拿错了。他试图从胸口拿别的东西，却在慌乱中拽出一件我的小衣，我的香囊，甚至还有一只我的袜子。顾郎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之宇，顾家子嗣艰难，你现在就去接北周回府，争取今晚就把孩子怀上。若不成，我再给你想办法。母亲，还不快去！是。夫君不喜我，大婚之日，他差人告诉我，他要为心上人守身，绝不会碰我。那这孩子可怎么生呢？少夫人，世子让小的传话。夫君说什么？世子说，他心中已有一位晴儿姑娘，此生都要为她守身如玉。还说，绝不会碰少夫人，往后夫妻名分照教，私下各过各的，请少夫人安分些，莫要妄想。夫君今晚不来了？世子去了书房。我知道了，辛苦你传话。顾兄，听说你成亲后一次都没见过新娘子，天天让人家独守空房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？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一直在找晴儿，我可是要为她守身如玉的，怎么可能碰别的女人？也是，而且你那新夫人我见过，清秀有余，美艳不足，跟咱京城的美人比差远了。若不是陛下想要钳制你，故意找个小门小户的姑娘赐婚，就她那样，估计连国公府的门槛都够不着。那是自然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是不要去触眉头了。哟，真是说曹操曹操到，顾兄，你夫人来了。夫君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我不是早就说过，以后各过各的，居然还敢来找我，你难不成还真把自己当……不是我，是母亲非让我来接你回家的。你流鼻血了，先擦擦。他不会是要打我吧？既然你不愿意回家就算了，我这就去跟母亲解释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北周呢？母亲，夫君和同僚还有要事长讨，让我们先回府。混账！至于你不用替那个混账遮掩，新婚夜胡闹也就罢了，如今还敢在外面下你的脸。母亲，他不愿意生孩子，有的是人愿意生，只是这个法子多少有些委屈你。母亲，您这是何意？先回府，母亲细细同你讲。是。夫人，顾家旁白世流未婚的公子名册都在这儿了，放下，出去守着。是。母亲，这是……北周不是要给那个什么晴儿守身吗？好，他守他的，顾家子嗣不能断。既然他不肯碰你，那便从顾家旁支里挑个身家清白、品性端正、相貌也过去的。你看看你喜欢哪一个？母亲的意思是让我同旁人……之谜，我知道这委屈你，你若不愿，母亲绝不逼你。可你也看见了，北周那个混账油盐不进，你嫁进国公府分在这里，偏偏他把你晾着，外头的人迟早拿这事笑你。他想守身，没人拦着，可凭什么要你跟着守活寡？凭什么要国公府跟着绝后？可夫君若知道，会不会生气？他有什么脸生气？是他自己说不碰你的。不过这事儿到底牵扯你一辈子，不能我一个人定。你拿回去自己挑挑，记得也要先同北周商量商量。他若还要脸，就该知道自己耽误了你。若他真不愿碰你，又不肯让国公府断后，就该答应我这法子。我听母亲的。
至于我知道这件事委屈你，你放心，只要你生下孩子，给你1万两黄金。若是男孩，数量翻倍。若你有看中的，养在房里伺候你也行。那我回去同夫君商量一下。好。顾兄，你刚才怎么看呆了，还对着人家姑娘流鼻血？还不是怪他暗示我。你们没看见他冲我抛媚眼吗？他还熏了我最喜欢的茉莉花香，可真是手段了得。我认识你10几年了，从没听说你喜欢什么香啊。我觉得你从见了他就变得好奇怪，你该不会跟陆兄一样搞什么一见钟情吧？怎么可能？就他不就是眼睛大了点，腰细了点，皮肤白皙，声音好听了些，有什么好喜欢的？这是我的，你能想明白就好，可一定要守住底线，千万别跟陆兄似的，当初成婚时发毒誓，转眼脱了衣服勾引人家，那裤子拉的都快盖不住屁股了，现在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，简直就是一条唯命是从的狗。我才不会跟他似的。媳妇儿都有了，还在乎什么地位？你们也不想想，他为什么不找别人？还不是喜欢我？倒是顾兄，我觉得你早该向前看了。什么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。人家指不定早就成亲，孩子都满地跑了。你还是珍惜眼前人吧。我看弟妹人就不错。少说2句吧，小心他跟你翻脸。谁不知道他对那什么晴儿死心塌地。我觉得也是。顾兄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母亲有急事叫我回家。各位对不住了，我这就得走，咱们改日再聚啊。府上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也不能说，你们国公府还真是家风严谨。有吗？夫君，你的手段倒是多得很。母亲让你找我，应该是有话要对我说吧？母亲说国公府不能后继无人，让我们早点生个孩子。你想要就要，我是那么随便的人。我知道夫君心有所属，自然是不敢妄想，但是母亲给指了条明路，我觉得可以一试。你倒是准备齐全，不过你不知道男人对这种事都是无师自通的吗？罢了，你挑挑看，喜欢哪个姿势，免得到时候伤了你。这些男人是谁？这些顾家旁支的青年才俊，都是刚才从宫宴回来后母亲精挑细选的，这样国公府既可以后置有人，也不耽误你为晴儿姑娘守身了。你就这么随便答应了？不随便，不随便。母亲已经同我讲好了，生下孩子可给我1万两黄金，若是男孩，数量翻倍。有了钱，妹妹再也不必挨饿受冻，弟弟也不必在军营受苦了。看他的样子，应该也很满意这个主意。好，好，好！夫君，你也觉得主意甚好是不是？那你快挑一个吧。林之宇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是个正常男人，我想要孩子我自己会生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明白了还不快点儿？夫君放心，既然你对晴儿姑娘情深意重，我也一定会安分守己的。都说由奢入俭难，这偏房又潮又湿，果然不好睡。
打扮这么好看干什么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国色天香。他说的是我吗？夫君可是要跟我一起去丞相府参加家宴？我有那么闲？我明白了。不过你初来乍到，想必一个人应付不了这种场面。要是非要我跟你一起去，也不是不行，但也就这一次。毕竟我可是很忙的，不是每回都能从衙署请假，专程陪你去宴会。对了，昨晚的事不是我说你，你把我自己扔下算怎么回事？难道不知道生孩子要2个人一起努力吗？人呢？他果然不喜欢我，还好我没听完，不然我又要自取其辱了。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只会这些不入流的手段。大庭广众之下摆出这副勾栏样给谁看？他要是没有这些手段，怎么让北周哥哥进了他的屋？呸！不要脸的女人！你们口口声声的小门小户，可是你们世家大族的做派就风光了。苏小姐，你不应该解释一下刚才为什么绊倒我吗？你少血口喷人，自己走不稳怪谁？哼，还我绊倒你了，有证据吗？你看见了，还是你看见了？既然丞相府不欢迎我，以后便不必给国公府下帖子。你算什么东西，还管起国公府的事儿了？难不成还真把自己当世子夫人了？就你的出身，给本姑娘提鞋都不配！你们过来给我拦住他，不许他走，顺便把前院的人都叫来看看。放开我！光天化日，你放的什么屁？她不是世子夫人，难不成你是？真是丑人多作怪，这么喜欢让人看，你就站在回里让人看。世子饶命，奴婢只是听命行事，世子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把刚才动过手的、动过嘴的，都给老子扔进去！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从海里上来。世子，我只是说了2句话。嘴贱也是贱。你是包子吗？谁都能踩上一脚。你身边那几个丫鬟也是废物，等着把我的暗病给你几个。再有人欺负你，直接给我往死里打，知不知道？夫君，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恰巧路过。看夫君今日这样子，孩子和他生也不是没可能。说不定到时候母亲还能多给我些钱。去丞相府湖边守着，给我确保他们一直在湖里。是，世子。今日动过手、动过嘴的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一个都不许上岸。若丞相府来人呢？那就让他们先问问苏锦月，欺负我国公府世子夫人时，想没想过后果？爹，救我！世子有令，谁也不许上岸。放肆！我女儿若有3长2短，你们担得起吗？
属下奉世子之命。小姐晕过去了。退下，救人！国公爷，世子吩咐我说救人。国公爷，顾北周今日险些害死我女儿，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此事我回府自会问清楚。呵呵，最好不是一句问清楚就算了，老夫会亲自上门讨个说法。顾北周，你是疯了吗？苏锦月被泡到昏死过去，丞相待会儿会亲自来要说法，你让我怎么做？他先欺负林之仪，那是丞相嫡女。林之瑜是我国公府世子夫人，他让人按着林之瑜，差点当众撕他衣服。父亲若觉得这能忍，国公府的脸也不必留了。你还有理了？世子，少夫人沐浴出来了，像是伤口疼，脸色不太好。站住！我还没骂完。改日再骂。锦月在湖里泡晕过去了，顾北周的侍卫还不许人靠近。今日国公府必须给我说法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落水的时候擦伤了，不要紧的。快把伤口露出来，我给你上药。都是小伤，怎敢劳烦夫君？别废话了，快点。顾郎，你看看伤口严重吗？你叫我什么？你叫我什么？你可是不喜欢我这么叫你。那我就……好了好了，随便你。女人真是麻烦。好疼，还要上几次药才能好啊？怎么也得3、4、5、6次吧。林之瑜那个女人，她凭什么让顾北周这么护着她？小姐，先把药喝了吧，您身子要紧。滚！我都被他害成这样了，还喝什么药？顾北周好大的胆子，为了一个刚进门的心腹，竟敢把我女儿按在湖里羞辱。爹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我要林之瑜跪下来给我赔罪。赔罪？顾北周也得给我一个说法。还有国公，自己的儿子管不好，倒让旁人替他受气。我前去要说法，结果全被这老狐狸挡了下来。相爷息怒！息怒！满京城的人都看见了，我丞相府的脸面被顾北渊踩进湖里了。是林之瑜，若不是他，顾北周不会这样对我。顾北周，我倒要看看，他能护那个女人护到几时。可算出来了，外头都快把你传成情种了。有事说事。急什么？约你出来喝盏茶，还得先过你家门房3道眼神。听说丞相现在见人就骂你，连你爹都没放过，说他只知道搅和，不干实事。随他骂。你倒是稳得住。外面都传你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对你这个心腹很是上心，到底真的假的？胡说什么？我帮他只是为了维护国公府的名声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陛下说要挑2个人去滁州调查案子，我推荐了你。你说什么？瞧你高兴的，好兄弟，不用谢啊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陛下派我去滁州公办，可能要去半个月。真的？你好像很高兴。
没有啊。夫君，外出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什么时候启程啊？你现在是连装都不装了。啊？收拾这么快，是巴不得我走吗？我走了，你好跟那些小白脸双宿双飞。我跟你说，你做梦！老子不去了。夫君，你是不想带我去吗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不去了。谁说不愿意了？那我能去。你这人能不能有点长性？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赶紧收拾，早点睡，明天一早出发。你出去不就是为了躲他吗？怎么把他也带上了？哎，你知道的，女人嘛，粘人的很，又哭又闹的，我也实在是没办法。那夫人今早上没起来，你非要扛着她走干嘛？直接让她在家睡觉不就完了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看什么？上车，赶路。一路都在忙这个。走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给弟弟准备东西，马上就到楚州了，至少得赶出一身衣服。生辰快到了，倒也算他有心。衣服呢？你怎么知道我生辰要到了，还特意给我准备礼物？夫君，这衣服是不是有些不合适？没有。要不你脱下来，我再给你改改。不用，我觉得正好。你别动！他自己想的。夫君，还是脱了吧。不脱。世子、夫人，前面就到滁州了。知道了。顾兄，你身上这衣服，你也觉得好看？哎，林之瑜非得给我做，不穿都不行。那腰间的香囊，也是他做的，还怪贴心的。我早就说他手段了得吧，这次非得跟着我来，还不遗余力的讨我欢心。你说他怎么就这么喜欢我？
姐姐。顾兄，我刚才就想说什么？你这香囊上绣的字，在当地正好是弟弟的意思。而且你这身衣服，好像他弟弟穿更合适呢。姐姐，这衣服还能穿吗？我回头再给你改改。姐姐来了就好。在军营里照顾好自己，别逞强。你睡得挺香啊。你都知道了。其实衣服本来就是给我弟弟做的，你要是喜欢，大不了我再给你做一身。我才不要用别人剩下的布料。哼，而且你的手艺也不怎么样，谁稀罕？顾郎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别多想，我是被你瞅到了才会这样。可你拿的是我的手帕，顾北周不是说我连他心上人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，可转眼就对着我的脸流了鼻血。我一定是拿错了。顾郎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夫君，我后背的药该换了，你可以帮忙吗？我骗你的，其实伤口早就好了。啊，那你……我就是喜欢你。我骗你的，其实伤口早就好了。那你……我就是喜欢你。对，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芝芝，我们做真夫妻好不好？可是晴儿姑娘怎么办？而且你说过，我寡淡的像白开水，出身又普通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那是我胡说的，我就没见过比你还漂亮的姑娘。至于晴儿，我觉得陆潇说的对，都过去10年了，谁知道她在哪儿？我还是应该珍惜眼前人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轻点儿。顾大人，外面有一个自称晴儿的姑娘求见。顾大人，人就在大门口，说是一定要见您。跟紧我。北周哥哥，我总算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！姐姐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北周哥哥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当初留给我的那块玉佩，还有这封信，我都保存得很好。要不是姐姐，
我们早就能相认了呢？既如此，你当初为何寻死觅活不肯嫁过来，非要让我替嫁？还不是因为听说北周哥哥心有所属，我不愿意棒打鸳鸯。而且我心中也一直有记挂的人。现在好了，我知道北周哥哥就是我在等的那个人。姐姐，你也该把属于我的还给我了吧？北周哥哥，我当初救你的时候，你可说过长大了要娶我的，信物都在这儿呢。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自然不会。太好了，那你赶快给姐姐写和离书吧。大人，公务有急报，需您立刻过去。公务要紧，北周哥哥，那和离书明日再议。走走。晴儿都找上门了，还说要嫁给你，这事儿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休了林之义，娶晴儿，信物在人家手里，你总不能不认吧？休什么休？你不是说晴儿是你惦记了10年的人？林之瑜那女人会哭，她哭，你心疼？谁心疼？她哭哭啼啼，烦人的很。烦人还不休，你这话可说不通。行了，我是喜欢她，行了吧？早承认不就完了？少废话！现在晴儿逼我写和离书，你们倒是想办法呀！你不能不认信物，但也不能写和离书，那就让你暂时写不了。什么意思？装受伤，伤得重一点，手脚都缠上，笔都拿不稳，和离自然只能暂缓。对，先拖住。但是晴儿救你的事情也得查清楚，千万不能当个冤大头，所以啊，你得装得像点。我知道。芝芝，原来刚才那些真像一场梦。为什么过了这么久，林婉晴还和以前一样，能轻而易举夺走我的一切？姐姐，昨夜睡得可好？你是种什么关系？你娘抢不过我娘，你抢不过我。嫡女又怎么样？你呀，就活该被我一辈子踩在脚底下。怎么，不高兴啦？不高兴也只能忍着，毕竟你不高兴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一个被赶回家的和离女，也不知道谁会要你呢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。死到临头还嘴硬呢。论相貌，你比不过我，才情更是。怎么，你不会以为会放着我不要，要你这个无颜女吧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可请大夫看过了？看过了，不碍事。北周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无碍。
昨晚执行公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。那和离书的事？和离的事只能暂缓一阵子了。那是自然，还是身体要紧。北周哥哥，这是我亲手熬的药，你趁热喝吧。放那儿。你伤成这样，身边总得有人照顾。姐姐性子冷，怕是不会这些。侍卫会照顾。北周哥哥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来得太晚？没有。能换的都换了，往后总不能再靠旁人。姐姐，我们聊聊吧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啊？出什么事了？北周哥哥，你千万别怪姐姐，她从小就不喜欢我，这么对我也正常。我没有。北周哥哥，你不要怪姐姐，她肯定是舍不世子夫人的名头，才出此下策。我这才来，他就对我下毒手，我哪还敢嫁给你？既然如此，以后我就当你是姐夫好了。此主意甚好。北周哥哥，娘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他都说他不想嫁给我了，我们不用和离了。顾北周，你放我下来！不放，娘子是我的。不是北周哥哥，我刚才就是说说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按辈分，你得叫姐夫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所以，你的伤是装的？娘子，这个可以回屋慢慢解释。林之渊，我不管你使了什么手段，赶紧把顾北周还给我！早知道当初给你娘下药的时候，应该把你一起药死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你娘命薄，你也一样。林之玉，你敢打我！北周哥哥，他欺负我！你确定要跟这种恶毒的女人过日子吗？夫君，我手疼。调皮，使这么大手劲能不疼吗？就不知道用工具打。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
是吗？可我找人调查了，你根本不会水，怎么去河里救我呢？你调查我？这些信物你不记得了吗？可是你亲手给我的。不是亲手，是我偷偷塞到他枕头底下的。不过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快知道，芝芝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北周哥哥，你肯定是被他骗了，我才是你要找的人。骗我的人是你才对，把他带下去，看住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他再靠近芝芝半步。顾北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才是晴儿，我才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林之宇，你别得意，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芝芝，你早就知道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因为我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了？小小年纪就容不下妹妹，关进去，好好反省。父亲，我没有欺负他。爹爹，姐姐不是故意的，您别太生气。他若有你一半懂事，也不至于如此。姐姐，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。娘，我冷。不好了，大小姐烧得厉害，半个月都没关满呢。爹爹，姐姐醒了以后一定还会欺负我的。她已经病成那样，还能如何？可她是嫡女，府里的人都只认她，连她的名字都比我好听。你想要什么，爹爹都给你。我想当嫡女，也想要姐姐的名字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林家嫡女。她既然病糊涂了，往后就换个名字，叫之瑜吧。谢谢爹爹。原来你那时叫晴儿。芝芝，你想怎么处理他？小时候，他最喜欢把我关到柴房里，里面又黑又冷。那就把他关到水牢里吧。夫君，你会觉得我恶毒吗？娘子人美心善，怎么会跟恶毒沾边？林之瑜，你这个不孝女，给我滚出来！让他进来。你把婉晴交出来，否则我今日就打死你这个不孝女！林大人，手指若不想要，可以继续指。她是你妹妹，你怎么敢这么对她？你是来要人的？当然，立刻把婉晴还给我。带林大人去领人。是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不是你要的吗？我如愿还给你。你最好祈祷婉晴没事，否则我绝不放过你。你就这么让他把人带走？他亲自来要，我当然要还。
回来了。林大人把林婉晴接走了。然后呢？听说她当天就难过的中风了。我娘死的时候，她眼都不眨。林婉行不过是少了2条腿，她有什么好哭的？真是废物！以后林家的事，脏不到你身上。你要是嫌烦，我让人把他们全拦在京城外，连风都吹不到你耳边。顾北周，你是不是很闲？不闲，我忙着哄娘子高兴。世子、夫人，回京的车马已经备好了。那就回京吧。回京以后，娘子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这间铺子进货价高了2成，明日让掌柜把进货单送来。是，夫人。顾北周，我要算账。你算，我陪你。你这样，我只剩1只手。1只手也很厉害。总得学会点本事，万一哪天没人靠，也不至于流落街头。世子，您的好友请您去酒楼喝酒，说今日一定要您赏脸。不去。世子，那边还等着回话。告诉他不去。芝芝黏我的很，可是一刻也离不开我。到底是谁黏着谁啊？芝芝，我最近都有好好锻炼身体。你摸摸我的腹肌，现在已经不是6块，而是8块了，是不是很硬？青天白日的，你干什么呢？你要是闲得没事儿，就多喝点热水吧。好热，你往里面加什么了？顾北周，你够了！进货多了3成，卖价却低了2成，这铺子再这么管，迟早赔空。你去一边练，别在我眼前晃。我没晃，我是在练习走路。那你去那边走。顾北周，热。你最好是真的热。你能不能小声点儿？芝芝，我在强身健体。你这是强床劲踏。顾北周，你衣服呢？他们累了，先歇着。那你也一起歇着，别折腾我的床。忘了告诉你，我家有一只猫会后空翻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说的猫，不会在被子里吧？我恨你是块木头。行了，逗你的。不看算了，猫也有脾气。好啦好啦，还不快把你的猫放出来，让我见识见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要是敢把床弄塌，明天就睡书房。芝芝，猫准备好了。那我倒要看看它到底会不会后空翻。顾北周，你再扯，我这笔账就要算错了。算错就算错，我赔。你专心看我也行。我开铺子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看你孔雀开屏。胡说，明明是你离不开我，我才勉强陪着。
夫人，商会送帖子来了，说朝廷要给滁州驻军采买冬衣，各家布铺3日之后比价验货。滁州冬寒，军士若穿不上好冬衣，是要冻伤的。你阿弟也在滁州军中，你想接这单？不只是为了阿弟，也是为我这间铺子的名声。那简单，我去同商会说一声，谁敢不选你？不许去，我若不强，早被人踩死了。世子夫人，商会管事说此次军需重在价廉物实，还望夫人准时驻场。告诉管事，我会去。夫人，还有一事，苏锦月也接了帖子，外头都传，他说夫人不懂生意，只会靠世子撒娇。他找死！他不是想看我出丑吗？那我就当众赢他，让他闭嘴。世子夫人也来了，这里谈的是军需，不是绣花玩教，姐姐可别累着。苏姑娘放心，我带了账册报价样衣，不像有些人只带一张嘴。世子夫人倒不像传闻那般软弱，可苏姑娘背后是丞相府，今日怕是不好说。姐姐何必这样凶？我只是担心军需大事，怕姐姐一时逞强误了军事。他逞不逞强，用不着你担心。商会看货，不看谁哭的好听。诸位，今日先验样衣，再看报价。军中冬衣重在御寒耐磨。我这件冬衣用料细腻，穿上轻便好看，也不失体面。军事守夜不是赴宴，好看不能挡风。这袖口收得紧，领口还加了挡风布，绵压的厚实，确实适合军中，倒是实用。姐姐心思倒巧，只是不知账面撑不撑得住。我这里有丞相府宝剑，家父也愿为此批军需担保。军事冷了，盖宝剑书能暖身。管事，既是故需，就请按规矩验货比价。好，接下来各家报出单件冬衣价格。我愿比世子夫人的报价低1成。低1成，这几乎没什么赚头了。苏姑娘这是宁可赔钱，也要拿下军需。军事辛苦，我少赚些也无妨，不像有些人把银子看得比名声重。芝芝，这个价不对，他不是做生意，是冲你来的。我知道。要不要我？不要。世子夫人，苏姑娘低1成，你可愿再验价？不易。姐姐若觉得难，也不必硬撑，输赢本就寻常。我不降价，但我保证每件冬衣多加2两棉，验收时少2两，我赔10倍。多2两棉，若真能做到，夜巡军士可少受不少罪。这才是真做军需的样子。姐姐说的轻巧，棉花不要银子吗？棉花要银子，军士的命更要紧。我赚该赚的，不赚黑心的。我娘子就是厉害。闭嘴，别添乱。哦。啊！不能选他！世子夫人用没棉做军需，这是要害死军士啊！诸位掌柜做主啊！他拖欠工钱，还逼我们用发霉、黑心棉缝冬衣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这账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买的是霉棉，却继承新棉，这种钱也敢赚，丧良心啊！世子夫人，此事若真，军需资格只能取消，还要上报官府。军需上动手脚可不是小罪啊！难怪他敢多加2两棉，原来是用烂棉充数。再乱说一句，我拔了你的舌头！北周哥哥，你不能因为她是你夫人就吓唬苦主，军士的命也是命啊！别这么叫我，恶心！我只是心疼军士，也心疼姐姐走错路。你退后。他们在污蔑你，所以更要我自己拆穿。
你说我买了梅棉？是。何时买的？前日夜里。从何处运进铺子？西角门，我亲眼看到车进了西角门。姐姐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若认错，或许还能少些罪责。西角门，世子夫人为何发笑？我笑他编得太急，连门能不能进车都没打听清楚。我铺子的西角门上月起就在修门槛，车马根本进不去。你说亲眼看见车进去，是看见车长翅膀了吗？我记错了，也许是东门。方才还言之凿凿，如今就记错了。这证词确实不稳。账册上还有林家旧印，世子夫人如何解释？林家旧印在我娘过世那年就被林婉晴摔断了。诸位看清楚，这枚断印还能盖出账册上完整的印吗？账册是假的，不是，梅棉是真的。姐姐，就算账册有误，梅棉总不是凭空来的吧？苏姑娘倒提醒我了。打开。真有梅棉！姐姐，这下你还如何狡辩？这是我真正要交的货。丞相府腰牌，昨夜有人翻墙进芝芝铺子换货，被我的侍卫抓了个正着。你胡说，这与我无关。那人招得很快。他说，苏姑娘只让他换棉花，没让他丢命。这不是我的，你们夫妻联手，当然想怎么污蔑就怎么污蔑。你配让我费心污蔑？苏姑娘若觉得冤，不如让商会把人证送官，当堂对质。此事牵涉军需，老夫不敢私雅。幸好发现的早，不然这批东夷真要害人。我只是想为军中尽心，姐姐为何非要逼我到这一步？你想害我可以，别拿军士的命给自己垫脚。姐姐，站住！说话就说话，别扑！我扑我姐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是你姐夫。你们两个先办正事。我奉将军之命来验此次东夷样衣。袖口不贯风，肩背不勒，领口挡寒，适合军中夜巡。老夫也这样看。此次军需东衣定由世子夫人铺子供货。从前你们抢我名字，抢我身份，抢我娘留下的东西，可现在你连我的生意也抢不走。林之瑜，你凭什么？敢在我面前动芝芝，你是嫌命太长。北周哥哥，我只是气糊涂了。按辈分，你若非要叫，也该叫她世子夫人。苏姑娘，输不起就别上桌。军需之事，我会如实禀明将军。林之瑜，你不会一直这么得意？滚慢点儿，我怕你摔了又赖我娘子推你。袖口再收紧半寸，领口棉不能省。第一批3日之后必须出货。夫人放心，大家都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让苏锦月看笑话。芝芝，好巧，我路过。你今日已经路过3回了。京城小，路窄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别开说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原本订好的新棉被人高价全劫走了。夫人，京中大批新棉都被劫了，
若3日内补不上，第一批东夷必定误期。这分明是有人故意断咱们的路。丞相府的手伸得真长。苏锦月刚败，他不会甘心。我去丞相府要棉，他敢劫，我就敢拆他门。不许去！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要自己扛？你去了，明日满京城都会说我做生意靠国公府逼人。芝芝，你能不能偶尔靠我一下？我知道你怕哪天我不要你，怕你又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拼命赚银子，拼命证明自己。顾北周，可你不能因为怕就把我一直挡在外面。我是你夫君，不是摆设。城外3家棉户手里还有散棉，量不大，但能救急。你让我去谈？不许报国公府名号，不许仗势压人，不许吓唬人。我保证。谈砸了，今晚睡书房。林之瑜，你这惩罚太狠了。公子真不压价？我娘子说了，做生意要讲理。我只问一句，这棉能不能让军士暖过冬？若是军需，我们自然愿意让些利。只是公子这刀……别误会，我娘子不让我吓人。世子还说，若谈砸了就睡书房。闭嘴！既是给军中，也看公子真心。这价再让半成。成，我娘子肯定夸我。价比我预估还低，你真没威胁人？我靠的是诚意，还有桌上的刀，刀没出鞘。算你过关。那今晚不睡书房？看你表现。芝芝，这一仗我们赢定了。夫人，路被雨泡坏了。夫人，车轮陷死了。先护住东一，不能进水。你进车里，我来处理。货在这里，我不走。夫人，前头桥断了，水太急，过不去。不是雨冲的，是有人提前动过手脚。若绕路要多久？至少1日，第一批军需必无期。卸车，把冬衣分包，用油布再裹一层。水太急，你不能冒险。只差一条河，只差一修心，不能输在这里。你要赢，我帮你赢，但你不许下水。架绳，我先过。顾北周，放心，你夫君命硬，还要回去看你算账。顾北周，喊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怕我听不见你舍不得我？你少贫嘴，抓紧绳子。世子，水太急了，少废话，绳子固定好，冬衣不能湿。油布再裹一层，包脚扎紧，谁也不许偷懒。知道了，衣服没事。林之宇，你给我站远点儿，淋坏了我跟你没完。你先管好你自己。你吓死我了！
你担心我？我担心货没人护送。嘴硬，跟我学坏了。夫人，军营即刻验收冬衣，成败就看这一关了。军需入营，不看情面，只看货。理应如此。领口挡风，袖口贴布绷，夜巡能穿，操练也能穿。今年这棉真厚，比往年暖多了，雨里送来还能不湿。这铺子有良心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娘子做的。顾北周，安静。哦，我小声骄傲。第一批冬衣验收合格。姐夫，你连我都防。你长大了，男女有别。他是我弟弟。不是我是被冤枉的。你每次都冤，京城的冤气都快让你占完了。苏锦月，这一次，你害的不是我一个人。姐姐，是你逼我的，你把我逼得无路可走啊！北周哥哥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怕你被他抢走，怕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别装得像受害者，你从来只怕自己输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只信他？因为他干净，你脏。姐姐，你已经有世子了，有铺子了，为何还要逼我？我逼你断绵缘，逼你换梅棉，逼你毁桥。若冬衣误期，夜里挨冻的是前线军士；若雨中翻包，淹死的是押送伙计。你拿这么多人命撒气，还敢跪在这里装可怜？这种人也配说委屈？拿军需害人，该送官。押下去，交由军法与官府同审。不要，北周哥哥，救我！我只是太喜欢你了。芝芝，你手怎么这么凉？刚才是不是淋酒了？我没事。还说没事，手都冰成这样了。阿烈，拿姜汤。你看我一眼！臭！林之瑜，恭喜啊！陛下看过军需文书，有赏。林氏布铺承办冬衣，御函有方，交付及时，赏银100两，赐军信匾额1方。民妇谢陛下恩赏。有了这块匾，往后京中没人敢再说夫人只会靠世子。谁敢说？我娘子本来就厉害，又会算账，又会做衣服，还会管我。顾兄，你如今把巨城说的这般骄傲，真是让我开眼。哼，你懂什么？这叫夫唱夫随。姐夫，你以前不是说帮姐姐只是维护国公府名声吗？小孩子少翻旧账。哦，维护国公府名声。那是以前我眼瞎，现在治好了。看来司库钥匙没白给，顾兄这觉悟果然高。你嘴怎么比城门还松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什么钥匙？芝芝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回府解释。陆萧，我跟你绝交半个时辰。顾兄保重。芝芝，天都黑了，要不明日再翻。你今日淋了雨，该歇着。钥匙在哪里？其实也不是什么要紧东西。那你紧张什么？你怎么连暗格都知道？你每次藏东西，眼睛都往同一个地方瞟。这些全是你的私产？也不多，勉强够你随便拜几年。若顾北周父林之瑜名下私产尽归林之瑜所有，顾北周，
你什么时候写的？你第一次说怕我哪天厌弃你，怕自己流落街头的时候，所以你就写了这个。我嘴背，怕说什么你都不信。银票、地契、钥匙，总比空话实在。你不怕我拿了就跑？怕呀，可你若因为有退路才肯安心留下，我也认了。芝芝，我把能给的都给你，你别再怕，好不好？可你若真的跑，我就追。追上以后，我不抢银票，也不抢契书。那你抢什么？我求你带我一起跑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开铺子，我给你搬货；你算账，我给你磨墨；你嫌我爱稚，我就在门口蹲着。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在你面前我要什么出息？我要你。芝芝，每次听见你说怕我厌弃你，我心里都疼，疼得像有人拿刀子扎我，还不准我喊。我不是不信你，我只是从前什么都被抢怕了。那以后谁抢你我就咬谁。你是世子，不是狗。护主的狗也挺好。以后我尽量不再说那种话，若我害怕，我会告诉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今晚能不能看猫？顾北周，芝芝，你刚才还说会告诉我害怕，怎么转头就谋杀亲夫？谁让你满脑子都是猫？我家猫会后空翻，确实稀罕。别算了，明日再算好不好？你今日淋了雨，又忙了军需，我心疼。铺子新账还没理完，赏琴怎么入账也没定。入你账，全入你账。我的私库都是你的，亏了也没关系，我还能再赚。你赚什么？靠下棉货？我那是诚意感人，佩刀只是装饰。芝芝，你笑了，就不能再赶我走了。谁赶你了？你皱一下眉，我都觉得自己要被赶去书房。我能亲一下吗？就一下，绝不乱来。你哪次说话算数？这次算。不行，太快了，我没感觉清楚。顾北周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娘子，我得再确认一下。如今京中谁不知道世子夫人会做生意，连军需都办得漂亮，还知道国公府世子惧内，夫人走哪儿他跟哪儿。说大声点儿，我爱听。顾北周，你能不能有点世子威严？在外我有威严，在你面前我有自知之明。顾兄，听说你现在成了夫人身后的小尾巴？胡说，尾巴哪有我有用？我会搬账册，会递茶，还会暖手。你再说，我就让你去门口迎车。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叫夫唱妇随。世子夫人，城南铺面若您要，我们愿低半成租金，只求挂林氏招牌。低价不必，我按市价租。生意要长久，不能占人便宜。夫人大气。看见没，我娘子厉害。厉害归厉害，只是苏锦月被彻查，丞相府这回颜面扫地，怕是未必甘心。他们若还敢伸手，我就联手带门一起砍。不用怕他们，我的铺子站得正。苏锦月陷害军需，破坏桥梁，已经交官彻查。丞相府虽想遮掩，可军中证据齐全，遮不住了。他活该！从前还说夫人靠男人，如今谁还敢这么说？世子夫人有本事，是我们从前眼拙。以后谁家要做布料生意，当然先找林氏。奉承话不必说，货好价工才留得住客。芝芝，喝口茶。你都忙半日了，眼睛要累坏了。我在看账，不是在打仗。仗比打仗还可怕，我看着都头疼。要不你歇着，我给你递银票，开心一下。
哪有人拿银票哄人的？你喜欢银子，我喜欢你，这不是正好？顾北周，我以前总想着要有退路，要有银子，要有铺子，才不怕被留下。我不会留下你。我知道了。那往后的日子，你能不能一直带着我？你不是已经赖上了吗？赖是一回事，你亲口答应才算数。好，带着你。顾兄，如今全京城都传你惧内，你真不解释？解释什么？我本来就惧内。不是惧内，对，是敬重夫人，仰慕夫人，离不开夫人。世子真是好脾气，那得看对谁。对我娘子，我脾气天下第一好。回午吧，账还没算完。又算账？你就不能算算我？你有什么好算的？我整个人都是你的，怎么不值得算？顾北周，你挡住烛光了。我挡的是账册，不是烛光。账册哪有我好看？幼稚！你今天答应过，往后都带着我，不能只带我赚钱，不带我睡觉。你胡说什么？芝芝，今晚能不能看猫？踩吧踩吧，反正我皮糙肉厚，娘子别崴脚。往后的日子可以慢慢算账，慢慢赚钱，也可以慢慢爱这个人。